昨晚38歲的梅西幹成了一件足球史上從來沒人幹成的事兒。他在对阵奧地利的比赛里梅開二度，把自己的世界杯总进球數定格在了18个。这是个什麼分量的數字啊？過去90多年，多少頂級巨星在世界杯上拼了命，進球最多的那個記錄一直掛在德國前鋒克洛澤名下，是16個。昨晚梅西不光超了克洛澤，還順手越過了女足那邊的記錄保持者馬蒂塔。換句話說，不分男足女足，整個世界杯歷史上進球最多的人現在就叫梅西。更讓人感慨的是，連克洛澤本人都發了文向他道賀，稱他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這就好比你打破了一位前輩保持的記錄，那位前輩還親自站出來給你鼓掌。昨晚一整夜踢了4場球，有封王的，有5個球的瘋狂對攻，也有含着淚提前回家的。我老馬今天挨着給你捋一遍，每一場背後的門道都給你掰開揉碎了講。先給沒怎麼追的朋友墊一句，現在世界杯打到哪一步了？小組賽一共3輪，昨晚踢的是第2輪，也是最關鍵的一輪。很多隊踢完這2場是出線還是回家，基本就見分曉了。所以昨晚這4場場場都壓着出線的硬指標，分量很重。好，咱正式開始，從梅西那場說起。先說梅西封王這一場，阿根廷2-0拿下奧地利。開場其實有個小插曲，第9分鐘阿根廷就得了一個點球，梅西親自主罰，結果一腳推偏，球直接出了底線。要擱心態差點的人，這一晚可能就交代了。可梅西就是梅西，第38分鐘，他在禁區裡抓住隊友橫傳做球的那一瞬間，左腳輕輕一捅，皮球貼着門柱滾進網窩，1-0。第2個球來得更有戲，比賽都踢到補時第5分鐘了，眼瞅着要吹中場哨，阿根廷在禁區裡一通亂戰，球滾到梅西腳下，他不慌不忙又補了一腳，2-0。就是這2腳把那個18球的歷史新紀錄正式刻進了史冊。關於梅西這個記錄還有幾個數字你得聽聽，聽完才知道有多離譜。第一，他是連續6屆世界杯都有進球，這事兒足球史上只有3個人做到過，另外2個都是上世紀的老傳奇了。第二，他光是35歲之後就在世界杯上進了12個球，這個數比 C 羅、比馬拉多納他們各自一輩子在世界杯上的總進球還要多。第三，他在世界杯上破門的對手來自40多個不同的國家，這也是歷史第一。一個快40歲的人幹的是這些事兒。還有個有意思的反差，梅西在世界杯上主罰的點球是歷史最多的，可他也罰丟過3個，昨天又丟了一個。你看，神也有手軟的時候，但人家轉頭就用運動戰給補了回來。還有件事值得說的，梅西這2個球幾乎把誰是歷史第一人這個炒了幾十年的話題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世界杯進球歷史第一，世界杯出場也快到歷史第一，上屆還親手捧起了大力神杯。這些硬邦邦的記錄摞在一塊兒，分量太重了。更打動人的是這麼一位38歲的老人，明明早就功成名就，大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清福，卻還在世界杯的草皮上跟20出頭的小伙子拼命。阿根廷球迷心裡都清楚，能在世界杯上看梅西踢球的日子一場少一場了，所以他們場場都當成最後一場來看來喊。咱也得給奧地利說句公道話，他們不是來送分的。這支隊的隊長是皇家馬德里的阿拉巴，世界級後衛。這場他主動退到左邊後衛去加固防線，中前場還有踢過英超的薩比策。奧地利擺出來的是低位防守，說白了就是全隊收回半場，把大巴停在自家門前，鐵了心要把阿根廷耗住。前40分鐘這招還真見效，梅西又是罰丟點球，又是被封堵，場面一度挺悶。可阿根廷的控制力太可怕了，他們不急不躁，邊路傳中加上中路穿插，一遍一遍的敲，奧地利的體能慢慢就頂不住，最後是被活活磨垮的。所以這個2-0比分聽着不大，分量很足，這是衛冕冠軍用控制力把一隻硬骨頭歐洲隊耗死的典型打法。
別忘了，阿根廷除了梅西，班底也豪華，老塔羅、恩佐、德保罗，门将还是那个屡屡封神的大马丁。2战全胜，他們提前鎖定了小組第一，拿小組頭名還有講究，名次靠前，淘汰賽的對陣籤理論上會舒服點，能晚一點碰上其他強隊。對一支想衛冕的隊來說，這種細節也得摳。帶隊的主帥斯卡洛尼就是上屆帶他們捧杯的那個少帥，臨場和用人都穩得很。第2場是昨晚最過癮的一場，挪威3-2贏塞內加爾，一場踢進5個球，看得人手心冒汗。先交代個背景，你才有感覺。這是挪威28年來頭一回打世界杯，上一次他們出現在世界杯還得追到1998年，他們的當家球星哈蘭德就是98年之後才出生的，等於說他長這麼大從來沒在世界杯賽場上見過自己的國家隊踢球，這口氣挪威人憋了整整一代。那挪威為啥空了這麼久？說白了就是人才斷檔，20多年裡在歐洲二流堆裡上不去下不來，預選賽一次次功虧一簣，直到哈蘭德、厄德高這批黃金一代成熟，才把這扇門給撞開。這回預選賽他們踢得有多猛，8場全勝，進了37個球，2回合還雙殺了意大利。光哈蘭德一個人預選賽就轟了16個，比賽過程也對得起這份等待。先是挪威一個叫佩德森的邊後衛，本來是替補，第43分鐘抓住對方一次解圍失誤，推射破門。下半場一開場，主角登場了，哈蘭德，曼城那個1.95米的大殺器。第48分鐘接隊長厄德高一記直塞，反擊中冷靜推射。第58分鐘又是一腳凌空墊射，梅開2度，把比分拉到3-1。得專門跟你說說哈蘭德這個人。曼城的中鋒1.95米的大塊頭，速度還快得離譜。這種身材配這種速度，本來就有點反人類。他在英超是出了名的進球機器，一個賽季30-40個球跟玩似的。可邪門的是，這麼個大殺器，之前從來沒踢過世界杯，因為挪威進不去，所以這一屆對他來說憋了大半輩子的勁兒全撒在這兒了。2場4個球，場場梅開2度。這就是一個頂級中鋒終於等到屬於自己的舞台之後那種餓狼撲食的狀態。挪威這支隊也不是只有哈蘭德一個人能打，邊路有個20歲的新星叫努薩，速度奇快，被很多人看作下一個要爆的點。鋒線還有馬競的索爾洛特能給哈蘭德搭把手。再看塞內加爾丟的那2個球，毛病都出在後防，一次是中衛解圍，直接把球送到了對手腳下，一次是反擊直接被打穿。這種漏洞碰上哈蘭德這種終結者，基本就是一抓一個準。所以你別看比分只差1個，挪威贏的其實並不僥倖。你以為3-1就穩了？塞內加爾不答應，他們的邊鋒薩爾站了出來，第53分鐘先扳回一城，補時階段又頂進一個，把比分追到3-2，差一點就把挪威拖進加時。最後挪威是咬着牙靠身體把這3分守住的。這裡頭有個特別有意思的數據，塞內加爾全場控球率接近60%，創造機會比挪威還多，結果卻輸了球。這就是現代足球最殘酷的地方，球控得再多，效率不行也是白搭。挪威踢的就是這一套，我不跟你搶球權，我把球讓給你，就專等機會用哈蘭德的速度打你身後。隊長厄德高是阿森納的核心大腦，在前面負責餵球，哈蘭德負責往身後插。這倆人的連線是挪威最鋒利的那把刀。說回塞內加爾，這可是非洲的老牌勁旅，綽號特蘭加雄獅。2002年世界杯處子秀，他們就爆冷1-0掀翻了衛冕冠軍法國，那一屆一路殺進8強，前幾年還頭一回拿了非洲杯冠軍。決賽點球大戰是馬內罰進的制勝球，可惜他們這批黃金一代也老了，隊長馬內34歲，這屆之後就要退出國家隊，幾個大牌如今也都去沙特聯賽踢球了，2連敗提前出局，這場球更像是一代非洲豪門的悲情謝幕。多說一句，塞內加爾他们其實是這個夏天最讓人唏噓的球隊之一。論紙面，他們的球員個個在5大聯賽或者沙特聯賽踢主力，身價不比挪威低，
可2場下來，控球機會都不缺，就是贏不下来。足球就是這麼現實，光有好球員還不夠，得有把這些人擰成一股繩的體系和效率。挪威給塞內加爾上的就是這一課，而這場贏完，挪威和法國攜手出線。第3場，法國3-0輕取伊拉克，比分沒啥懸念。但這場有個世界杯歷史上的頭一遭，值得專門說說。比賽踢到中場休息的時候，賽场上空突然電閃雷鳴，下起了雷暴。出於安全考慮，比賽被硬生生中斷了2個多小時。這是世界杯90多年歷史上第一次因為天氣原因中斷的比賽，光這一條就夠寫進史冊。法國的當家球星姆巴佩賽後還吐槽說，場地一邊的積水都沒人清。回到球場上，法國的實力是真沒得說。姆巴佩第14分鐘一腳勁射打破僵局，下半场又添一個，梅開2度。還有個細節，這場是姆巴佩代表法國國家隊的第100場，27歲就踢滿100場，成了法國隊史達成100場最年輕的球員。他還在朝着法國的世界杯進球紀錄一步步逼近。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登貝萊，他這場打進了個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個球，終結了自己在大賽上長達20場的進球荒。法國是什麼底子？16次參賽，2次奪冠，還2次打進決賽，拿了亞軍。最近這2屆他們都是決賽的主角。2018年4-2贏克羅地亞捧杯，22年決賽點球惜敗給阿根廷，也就是輸給了梅西。他們的主帥德尚更是個傳奇，既以隊長身份捧過大力神杯，又以主帥身份夺過冠。這種人足球史上沒幾個，锋線更是深得嚇人。姆巴佩、登貝萊、巴爾科拉，隨便拉一個出來都能進球。正因為這套陣容又年輕又深，賽前排奪冠熱門，法國的名字一直掛在最前面那幾個裡頭。不過紙面牆不代表一定能笑到最後，他們上屆就是一路高歌猛進，最後點球倒在了梅西腳下。這一屆他們是憋着一口氣來復仇的。伊拉克是世界杯新軍，頭一回来，跟法國這種豪门之間隔的是10打10的檔次差距，戰術層面沒太多可博弈的。這場過後，伊拉克2戰皆負，已經被淘汰，但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對伊拉克足球來說已經是里程碑了。其實這屆擴軍到48支隊，好處就在這兒，像伊拉克、約旦、烏茲別克這些以前夠不着世界杯的隊，都能來露個臉，長長見識，攒攒經驗。世界杯的版圖比從前大了一整圈。最後一場，阿爾及利亞2-1逆轉約旦，這是2支非傳統強隊之間的較量，故事也不少。約旦是頭一回打進世界杯的新軍，上半场他們踢得有模有樣，第36分鐘率先破門，一度1-0領先，眼看就要爆個大冷門。這時候老將站出來了，阿爾及利亞的隊長馬赫雷斯35岁，拿過英超冠軍，當過非洲足球先生。這場他用2记角球親手把比賽掰了回來。第69分鐘他開出角球，本布瓦利头球扳平。第82分鐘又是角球制造混戰，古伊里近距離推射完成絕殺。2個進球全來自角球，專打約旦定位球防守的軟肋。這就是老將的價值。比賽最焦着最悶的時候，是馬赫雷斯這種踢過無數大場面的人，用一脚精準的傳中，一次冷靜的處理，把局面給盤活。年輕人有衝勁，老人有準头，這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對阿爾及利亞來說，這還是他們世界杯歷史上头一次在落後的情況下完成翻盤。馬赫雷斯这批人正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杀进16强，加时惜敗給最終奪冠的德國那波老臣。那一屆是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巔峰，時隔12年才重返世界杯。這一屆也是馬赫雷斯的最後一舞，這3分一拿，他們的出現希望重新點燃。最後一輪跟奧地利直接對話，贏的那個大概率跟着阿根廷一起出現。而約旦歷史性的打進了世界杯，卻也提前一輪夢碎，告別了。
不過，對一個常年默默無聞的足球小國來說，能來這一趟已經寫進了他們的歷史。說的出線，我順手把這2個小組的形式給你理一理。這屆的規矩跟以前不太一樣，48支隊分成12個小組，每個小組前2名直接出線，另外還從12個小組的第3名裡頭挑成績最好的8個，也能搭上末班車。所以你記住，小組第3不一定就死，但得跟別的組第3去拼净勝球。先看挪威和法國這個組，俩隊都是2連勝，各6分，已經攜手出線。最後一輪他們倆直接碰面，爭的是小組第1，誰拿第1，淘汰赛的对手可能就更好打一些。塞內加尔和伊拉克墊底，伊拉克已經被数学淘汰，塞内加爾理論上還剩一絲希望，但基本渺茫。再看阿根廷那個組，阿根廷6分，已經是小組第1，奧地利和阿爾及利亞各3分。最後一輪這倆直接對話，等於一場生死戰，贏的跟着阿根廷出線，約旦已經出局。行了，昨晚這4場就給你捋到这兒。總結一句，阿根廷、法國、挪威這3個隊昨晚鎖定了出線，伊拉克和約旦2支新軍含淚提前回家。要我說啊，昨晚最大的看點是3代锋霸同台飆分，梅西通算18球封王，姆巴佩本届4個球，生涯追平了克洛泽的16球，哈蘭德本屆也是4個，還連着2場都梅開2度。這種猛勁兒，過去50年只有英格蘭的凱恩幹到過。一個38歲，一個20多歲正當打，一個20出頭剛崛起，老中青3代殺手。在同一屆世界杯上你追我趕，這畫面多少年都難得一見。你再想想，被梅西超掉的克洛泽當年是德國的头號殺手，連着4屆世界杯穩穩進球，是公認的大賽先生。如今他的記錄被一個阿根廷人拿走，自己還笑着送上祝福，這就是足球的傳承。而姆巴佩和哈蘭德明擺着就是來搶班奪權的下一代。梅西這屆打完大概率就退了，到下一屆扛大旗的就該是這倆人了。所以昨晚那幾個進球，你不只是在看比分，是在看一根接力棒，正在3代人手裡头教。要說最該翻回放看的，我選哈蘭德那2腳又快又狠，跟教科書一樣。最後撂個問題給你，梅西都破紀錄了，你覺得阿根廷今年能不能成功衛冕？評論區寫下你的判斷。賽後咱們回來對賬，看誰眼毒。對了，今晚後半夜還有4場球 ，C 羅、英格蘭全都登場。想知道我老馬壓誰贏？去翻我那條預測。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下一場接着嘮。